What do we know that has caused this outage, and what has the impact been so far? 小小更新一下啊，这2天挺忙啊，本来没打算上线更新的，但是生活嘛，它就是这么不可预测啊。昨天这个全球芝加哥交易所啊 CME 崩溃了，给很多人呢是直接整破防了啊。所以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啊，感觉也是10年难遇的事情啊，影响范围之广呢，令人啧舌啊。昨天呢，我的朋友圈也是直接刷屏了啊，就是各种这个爆仓的邮件啊 ，MT 卡死啊，止损不触发了，超大的这个滑点啊。还有这种强制平仓啊，这种通知啊，狂轰滥炸，好不热闹。大概事情呢，就是 CME 啊，芝加哥交易所啊，一个掌控的全球这个石油啊、黄金啊、股指啊、农产品、期货命脉的这个巨无霸啊，昨天早上崩溃了。你就说这个市场它脆不脆弱吧？没人攻击它，它自己关机了啊。你像这个股指期货啊、国债期货啊，包括大宗商品、原油、黄金，甚至这个加密货币都是一样的啊，全部都暂停交易啊，长达应该是10个小时啊。外汇呢，它也受影响了啊，因为它那个 EBS 外汇撮合系统也崩了啊。很多这个 ECN 的经纪商，他拿不到这个锚定的价格啊，它最大的源头都没有了，参考价没有了，它点差直接就拉爆了啊。不过因此爆仓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在黄金啊这些品种上啊，外汇的影响稍微会小一些啊。但是它这个影响它不只是说量化的，它是全部的啊。你手动交易者它也是无可避免啊。因为很多平台它的这个服务器端的止损也都失效了啊，就是根本就没有报价啊，连经纪商他自己都触发不了。其中原因呢，据说是这个 CME 的这个基础的设施的提供商啊，这个叫什么塞尔斯万的德州数据中心，它的冷却系统出现了物理故障啊，就导致这个服务器过热，热的自动关机了啊，从而引起的这个 CME 交易所系统全线瘫痪，很多品种啊都是暂停撮合的状态啊。说来真是可笑啊！全球最强的交易所啊，因为太热了啊，中暑了，自己主动躺平了啊，多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啊！过热啊，你过热的话，你芝加哥现在应该是零下了吧？你热的话，你倒是把那个窗户开啊，气的人说都不会话了啊。据这个彭博社他保守估计的话，这次事件应该造成了100到300亿美元的实际成交损失啊，当然这还是他最保守的估计啊。你说现在整个的这个金融系统啊，包括很多 AI 的这个经济啊，各种 AI、各种高科技啊，都是高度依赖于这些数据中心的啊。说起来都还是非常高大上的产业啊，又有各种顶尖的科技啊。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冷却系统的一个故障啊，整个系统都会瘫痪啊。就是这种单点的故障真的是很不应该啊。当然网上也有很多声音啊，很多这个阴谋论啊，有人说是有这个大财团啊要操纵市场啊，又有人说是这个什么这个塞尔斯万这个数据中心是被人黑了啊，还有人说是单纯的这个老美的基础设施太他妈拉胯了，各种猜测都有啊，那么信不信随你，反正散户的钱没了是真的啊。那么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有什么好的预设方案吗？你说有吗？啊，也有一些啊，但是今天它这个问题啊，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所有价格的锚定的一个批发商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只要是你的平台是正规的啊，走的是真实的报价的这种模式，不是对赌的模式，那么就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啊。其实这也是一次测试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所交易的这个平台在事发当时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啊。如果事发当时你平台的这个黄金啊、原油啊、股指期货啊这些品种啊下单都是非常流畅的啊，点差呢也是非常正常的，止损呢也是非常丝滑的就触发了啊 ，K 线呢也没有上蹿下跳，那么恭喜你啊，你找到了一家超级牛逼的平台啊，牛逼到能给 CME 当爹了啊。因为这个 CME 都干枯了啊，你这个平台还能给你提供无限的流动性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自己就是唯一的这个流动性提供商啊。你最大的源头都崩了啊，他还能一切都是这个什么岁月静好啊？那么你就应该思考一下啊，他如此流畅的这个报价究竟是从哪来的？你的订单究竟有没有被送到真实的市场上？有没有可能你玩的是一个单机游戏啊？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免得有些对号入座的他又要喷我了啊。反正受影响的他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好人啊，但是不受影响的大概率你得斟酌一下啊。你像这个 CME 这种源头级别的灾难啊，它可不是说你今天这个平台我实力有多强，我的科技
有多高啊，我的 IT 有多么厉害，有多少钱的问题了啊。好，那么我们面对它这个所谓的中暑问题，我们的程序里面能做什么呢？能做的其实也不多啊，无非就是定期的这种心跳检查啊，比如每隔1分钟检查一下有没有新的这个 tick 数据啊，没有的话，那么就把全部的 EA 卸载啊。如果是你有这个措施的话，你这次事件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啊。那么代码卸载的话，它就是这个 export remove 啊，但是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误判啊，尤其你这个 EA 很多的时候，你误判之后，你还要一个一个的重启啊，一个一个的这个开启 EA， 其实挺麻烦的啊。所以说，虽然有这种措施啊，但是我感觉很多人应该是不太会用啊，就是怕误判啊。另一个就是还有可以做的，比如说这种点差啊，加上这种最小的止损距离的这种监控啊，比如说你这个点差大于多少的时候，或者最小的止损距离突然缩小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这个 EA 会进入一种紧急的状态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开仓的话，就要谨慎一些了啊。当然它也不意味着说你市场又要崩了啊，它预判不出来，它只能是说你这个市场可能出现了不太正常的这种报价的情况。还有的措施就是止损啊，就这个止损啊，我知道很多人啊，他有一种心理啊，就是很害怕这个交易商知道他的止损价啊，很害怕平台会针对于他的仓位啊去针对他啊，所以他的止损呢都是动态的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放在客户端，用代码去动态判断是不是该出场啊。那么如果你有这种考虑的话，那么建议啊，你还是要设置一个比较远的这个影子止损啊。这样的话，即使你的这个客户端掉线了，你 MT5 登录不上了，卡盘了，各种理由吧，你至少还有一个服务器端的止损啊，就是这个止损是存在服务器端的啊。当然，针对于这次的这种源头问题啊，你服务器的止损也不太容易能够执行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至少比你客户端单个的这个客户端的止损是要好一些的啊。然后另外的还有就是这种针对仓位的，比如说最大的这个仓位限制啊，还有这种分仓啊、分账户啊，这种风险的控制啊，都是可以做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针对于昨天的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啊，其实还是很可怕的啊，因为即使你做了这个账户的这个多元化啊，平台的多元化，也还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说针对于你单个的某个经纪商啊、某个平台或者某一种平台、某一种 MT5、某一种 Angel Trader、某一种 Multicharts 这种平台技术相关的问题啊，这都不是啊。它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就是大家都会遇到啊，就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啊。所以这次这个中暑事件啊，也是再次告诉我们啊，就是你不管你是再牛逼的程序啊，再牛逼的策略，再好的风控啊，也始终扛不住一些黑天鹅事件啊，扛不住这种源头的崩溃啊。我们也只能是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啊，来尽可能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毕竟覆巢之下啊，安有完卵。